有请男嘉宾小乐22岁，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；女嘉宾小金21岁，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想在老家发展是吧？对，想去外面的世界。对。内蒙古哪儿啊？通辽。一个地方的是吧？对，一个地方的。咋认识的呀？同学还是啥呀？当时我陪我妈去理发店弄头发的时候，见过她一面，然后感觉长得挺好看的。后来在微信上搜附近人，就搜着她了。然后我就主动打了个招呼，加好友，然后每天跟她聊聊天。后来我就经常约她出来，我说咱出来一起出去钓个鱼或者上山采个蘑菇。那时候她就是不出来。再后来就是有一回我们家里面嘛。我们家是平房嘛，有院子，在院子里边做烧烤吃，然后他就来了，一顿烧烤被勾搭去了哈。不对，他刚开始跟我聊的时候，天天约我采蘑菇，那时候我也天天上班嘛。采蘑菇，哎，环境多好啊！我们那边有山嘛。对呀，多好啊！然后我不喜欢采蘑菇，当然了，我每次都拒绝了。过了半个月，他约我去他家烧烤。我寻思挺有意思的，自己烧烤吃啊，那也不好意思拒绝人家呀，我就去了。不还是好意思拒绝的，主要烧烤太有诱惑力了。然后见了第一面，感觉本人比照片长得挺帅的。挺好吧，然后就交往了是吧？对。交往多久了？处了有1年半了。怎么就突然想着要出去还是留？为什么为这个问题有争执呢？就是我想的是想回家踏踏实实找工作，好好上班。他想的就是一直在外地里边这么打工奋斗。女生的想法，我们还在外面打拼，是不是？今天谁要来？我要来的。你要来干啥？我想劝他跟我一起回老家。他要不回呢？他要不回的话，那就只能分了。这么坚定吗？对。回不回？不回。人家不回啊。我还是舍不得。明白了，所以别把话说的那么狠，就是听听大家的建议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问问怎么打算的呀？他总是说回老家，毕竟我俩都这么年轻，多挣点钱，攒下点钱再回家。那你们现在在干嘛呀？现在是没有工作。那你回老家准备干嘛呀？我回老家干啥都行啊，随便找个工作也可以啊，在外边净受气。不是你在外面受什么气呀？有一回在外边发传单，发传单的时候被人小区的保安撵我，大马路上可多人瞅我了啊，瞅我就脸上特别挂不住，感觉特别不好意思。然后我就想，我说要不咱俩回家吧。我说这面咱俩也没有学历，也没有技术，咱俩也找不着好工作，咱俩回家。他就说不回的吧，他就天天跟我说，你也没啥出息，你也挣不着钱。那本来就是呀，那发传单有啥出息？你自己。你们在老家干过什么吗？你在老家的时候，他自己开一个快餐店来的。快餐店的老板。后来怎么关了呀？刚开头1个月的时候生意特别好，后来我对面就开了一家跟我同类型的快餐店，然后把我生意全抢了。你跟他竞争啊？没竞争过嘛。那总结经验，异地再战呢？我想来的，他当时过来给我帮忙来了啊。他过来帮忙，我就感觉挺好的啊。你看我岁数也小，我也爱玩，他过来可以盯着我点，让我少出去玩嘛。对，激励你啊。然后俩人就能多挣点钱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能把他娶回来呀。他不的，他玩彩票，买彩票就买呗，1个礼拜花2块钱，1个月8块钱的事儿，这也拿出来说。他玩了2个月，玩了2万多块钱，2月2万块钱啊！他也跟着我一起玩过，我就花了1回。花多少钱？我花10块钱，我中了1000块钱。啊，行，反正就是买彩票2万多块钱折进去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没法这店不倒，哪有心思天天研究号码的吧？我没研究，他研究。那怎么就出去了呢？他就说非得要去外地，说外地机会多呀，工资也高。然后我实在是不想去，我就拖了他好多天，我说我不去就不去。他就天天在我旁边叨叨。后来去没去？去了。去哪儿了？去呼和浩特了。没走多远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到地方嘛，找不着工作。后来通过我朋友介绍，我俩去了一家餐厅去上班。他眉眼高低也瞅不出来。上班第1天跟老板娘吵架，那不我是收银嘛，对，让老板娘年龄大，自己算不明白，那还赖我呀？那工作本来我也不喜欢干，1个月就那点钱。他去跟人吵架，我去给人圆场去了，我跟人老板娘道歉，老板娘就是人也挺好的，挺讲道理的，这事就了了。我就想着，那就咱俩就在这接着干吧。那后来来了个经理，那经理就是瞅我俩特别不顺眼，总让我俩干一些不是自己本分工作的事儿。我当时想的是，你是经理，我就听你的嘛，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。他不的。他天天在我旁边说，
他又让我干这个去了，他又让我去干那个去了。那本来就是嘛，就比如那天特别忙，店里我自己算账的时候算错了嘛，他非得拉我出来给他端盘子。我一个收银员啊，还是服务员啊？那你不是想挣钱吗？挣钱你咋还不干活呢？后来他天天跟我说，他就拽着我，他说咱俩走，别在这儿干了，干着也没啥意思，钱也挣不了多少。后来就给我拽走了，不干了，辞职了。然后又去干嘛去了呀？俩人不干了以后，在外边就是住了2天，当时兜里也有点钱，工资不是已经领了吗？啊，我说的咱俩回家吧，在外边净受窝囊气了，也总被人欺负啊。然后他就说又不回去，说的还是外地好，就外地好，找工作。我当时我票我都买了要，他就把我手机抢回去了，不让我买票。我就后来实在拧不过他，我说行，我再陪你几个月呗。啊，然后想着这就找个工作吧，找工作还是找不着工作呀。我就想着以前刚去呼和浩特的时候不做过兼职嘛，然后我就想着跟他们出去做兼职吧。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出去个3、5天再回来啊。有一天我就回来了，回来我问他，我说你这2天都干啥工作了呀？哎，他跟我说他不干了啊。我说你为啥不干呢？就是呀，你看合下来一天刚挣70块钱，我还在厨房跟一帮老阿姨们一起串串，那我能干吗？那有啥不能干的呀？一天合下来刚挣70块钱。那他干嘛呢？就在家里待着了？就在家里待着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有一天他家里人给他来电话，我正好在旁边，我就听着他妈跟他说的，你看你对象也没啥钱，家里也没啥钱，要不就分了吧。然后我当时一听这话，我就特别窝火啊。我说哎，我跟你出来了，你非得拉着我出来，我在家待着好好的，然后你现在你也挤兑我，你家里边人也瞧不起我。那我妈每回说你，我不也帮着你说好话呢吗？然后他就跟我说的，哎，唐山那头有个工厂招人呢，要不咱俩去吧，工资挺高，一天160、170呢。然后我一听这话，我说这还是在网上看的，也不把握，咱俩还是在这头踏踏实实找一个工作，干1个月，咱俩也有点工资了，咱俩就回家过个好年。他不的，他非得作我，就要去，说那时候工资高，天天跟我磨。去了吗？去了，就是我俩从那个呼和浩特走的时候，到唐山了，兜里只有200多块钱了。然后进厂子了以后问经理，哎，经理工资是这些数吧？经理说不是，一天85块钱。我一听这85块钱，我说我想回家，一摸兜里钱也不够。他还在我边上，哇就哭上了。那我又上当不委屈吗？那谁知道是那样的？要那样我还不来呢。没事，2个人干不就是170吗？那干了1、2天，第一天进厂子，那零下10几度，大冬天的，我一个小姑娘陪着你干已经够好的了。你不自己非得要来的吗？后来呢？干没干？干了呀，那不干不行，没有钱回去啊。然后俩人定的是2月11号离场，然后把工资拿了就走嘛。我俩打算2月8号的时候看一下票吧。2月8号一看票，往后都没有票了，只有2月8号当天有票。对。然后我想买票，兜里也没有钱，我就去找经理了。我说经理啊，我回不去家，我只有今天有票。我说你把我工资给我结算一下，我俩要回家。哎，经理就告诉我，你俩走可以，工资只有50%。为啥呀？因为我们提前了。对，提前走。我说你50%就50%，我必须得回家过年呢，这马上就过年了。我俩拿着钱就抓紧去那个火车站了。一进火车站，售票员告诉我俩说没有票了。我一听这没有票了，工资也不能丢啊，我就又给经理打电话，我说经理啊，我能不能回去？我再干3天，你把我50%工资给我。然后经理就说你们已经走了，已经没有你们的那个名了，给你划了，你回不去了。然后当时我就在那个车站里边，我就想，哎，这一趟跟你出来的真憋火。我说我不来，在呼和浩特挺好的，你非得要出来。现在是也没有钱，票也买不着。后来回家过了春节了吗？没回去。现在想回家了是吧？想。所以今天来这节目是要回家是吧？我想让他跟我回家。他要就不跟你回，你就不自己回吗？自己回。这都是你干的？不是回家不是也挺好？为什么非要在外头干呢？你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？回家我们那边工资比外边低，有啥前途让咱回家？你在外面不也没认真干吗？也没前途吗？那些活的工资太低了。这外面就真能挣到大钱吗？我想的是还是再多挣点钱，再等2年再回去。挣多少钱是挣呢？起码得挣点钱回去开个店的钱。挣不来呢？挣不来也挣。我的天哪，你可没出去干活呀！我听下来，你基本上在家里玩啊。是逼着他出去挣啊？
因为他当时干小时工，那工资太低了，我不太愿意干。要么就干点多挣点钱的活儿。所以对你来说有一个词叫眼高手低，对吧？家里人知道你们这种生活状态和状况吗？没敢跟家里说。那回去打算干嘛？回去打算跟朋友一起做点装修的工作，反正总比在外边强。所以男生不管怎么样，他的想法都是相对务实的。我碰到活我先干着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我在外面打工，我也是踏踏实实的打工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。我回家也是踏踏实实的干。女生是反正就是外面好，干不干的再说了，让男生干，这可不行啊，姑娘。老师们，你们看看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挣钱多少跟在哪儿没关系，通辽现在发展的很好啊，谁说在通辽挣不了大钱啊？关键是在于你能力有多少。我总结了你几点：第一，眼高手低；第二，心高气傲；第三，投机取巧。就是你不能想当然的去想我要挣钱，我要挣钱，一天挣70我看不上，我觉得一天我肯定能挣，我是挣170、180的人的能力。可是你关键您连那70的活都不干，你怎么能挣到170、180呢？你得先学会脚踏实地、踏踏实实，看看自己能干什么。你得从挣70块钱开始，慢慢把自己能力提到100、110、150、170。你不要想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天上掉馅饼也永远砸不到你的头上。俗话说人生在于折腾，但不能瞎折腾。你折腾要有一个目标，我最后是为了干嘛？我有一个过程的，有一个计划表，一步一步走，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。如果连70块钱的活都干不了，这份什么苦和累都受不了的话，你挣170、180根本不可能。跟他回家，回通辽好好发展，没问题的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曲总，我发现你们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你们俩为什么什么事儿都想一起做？本来你自己经营一餐厅还不错，女孩来了之后一起反正做的就不好了，一起去餐厅打工，然后呢，因为一个人出了问题，拉着一起走了，你们就是什么都在一起。所以我给你们俩的建议啊，恋爱可以在一起，工作一定要分开。为什么？我没有发现你们在一起做一件事儿互相帮助的一个互补点，反而是互相影响。一个人判断失误，另外一个人就承担损失；一个人如果工作出了问题，另外一个人就受牵连。所以你们俩一定得分开工作，这样才可以。男孩，你找到一个你认为觉得他你的工作去做。还有一点，让你女朋友啊自己一个人去挣钱，去外头找一份工作，看能不能挣得到钱。你们俩感情没有问题，可以分开一段时间。最后，你如果挣不到钱，自己就会回到他身边。但切记，不要在一起工作，好不好？各做各的，把你那些急功近利的那些想法全部抛弃掉。有这种想法，绝对一事无成，你还可能连累他，好吗？就这样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作业老师。小金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是有出息、挣钱多的？在你心里面，那些工作我也没找到，但是我就是想干那些挣钱快的活儿，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工作，对吧？比如曲总他们公司啊，那些高管啊什么的，收入都还不错。你问问曲总，像你们俩这样的条件，曲总快哭了，他会不会招到公司里面去？至少你们两个我只能录用一个。真的可以？不是，这是第一个条件啊，还有岗位呢，你还得脚踏实地。对。第三就是你专业性还得强。对，好，我们就讲第三，专业性、学历标准，这是一个硬门槛。当然，年轻人可以从现在开始学习，我觉得都不晚。小金，城市里面是很好，是有很多赚钱的工作，但是那些工作会用你们吗？你们可以找得到吗？事实证明很难。你们飘了这么长时间没有？我们鼓励年轻人到大城市去追求梦想，我们也鼓励青年人回乡去创业，看你到底适合在哪里发展。你想想的，你一天可以赚200，事实证明不会。70块钱，刚才莎娜老师说你嫌弃，这就是大钱赚不到，小钱还不愿意赚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这孩子心太大了，
2万块钱买彩票，要搁我身上，我肉都疼。当然，我们讲福彩事业、公益、娱乐性都在，可是那是每天2块钱的事情，不是2万块钱的事情。这败家姑娘，搁谁都应该领家去训2句。然后我们来说男生，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事儿都听他的，你要有自己的主见。所以我鼓励你回乡创业或者工作都可以。我今天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，但是即使你们2个等一下都赚出来了，然后继续你们的感情，我给到你们的建议就是：第一，你们家你做主；第二，你们家你管钱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这就祝幸福了。来，胡老师啊，我问你几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喜欢采蘑菇啊？在山上夏天晒的多好的景色，2个小年轻21、22岁去采蘑菇，看看景色。在夏天太累了是吧？哎，那为什么烧烤你就去了呢？那不在院子里自己烤的。哦，对，在院子里面有人烤好了，你吃就成，对吧？还有，当你母亲嫌弃她没钱的时候，你可曾跟你的母亲说过，这个男人为了给我买心爱的东西，连烟都不抽？你说了吗？说过。你母亲咋评价的呀？现在我妈已经不说了。啊，当你一个人在通辽的时候，你怎么自己不出去闯？然后跟他你就想出去闯了呢？那时候一个人不敢出去。有他你就敢了？你口口声声说我为什么宁愿在外面流浪着我都不回去，原因是外面机会多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机会多你也没把握啊，因为一直以来你都是在坐享其成啊，你并没有付诸于实践。在外面闯荡的这些天，你吃他的、穿他的、用他的，你还要埋怨他，你已经成为他的一个拖累。但这个男人不介意，既然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拖累，也是我的责任。但是咱们是不是该适可而止一点？什么都不想干，就想坐那儿吃，不就好吃懒做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在外面待着，你有本事你一个人待着，你别扯着他。如果你一个人不敢，你就老老实实回去，听见了没有？踏实一点啊！你得为自己的将来考虑，你就这么飘下去，他也没前途，你也没前途，不仅是害了自己，你也害了他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恰恰是要有自己的底线和主张。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，活都活不下去，就不要谈什么梦想，就这样。今天老师们的话你们记住了，你应该向他学习，学习他踏踏实实的这种东西，跟他回家好好去创业，有机会再读点书，好不好？不回你回啊，不回你回啊。你回去也许他就回去了，听明白了吗？2个结局嘛，第一个结局是他真的跟你回去了，第2个结局，如果他真的不跟你回去，就是对他来说外面的世界可能比你们这段爱情更重要，仅此而已，听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。刚才听嘉宾老师讲了这么多，我也感觉有时候确实我太强势了。我去哪儿都是我拉着你去的，完了我自己不干活儿。我现在想的是，我以后会还是好好干活的，但是我还是不想跟你回去。你能不能陪着我好好奋斗2年，咱俩再回去好好结婚？我还是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老家，咱俩找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上班，挺好的，真的。你说在外边咱俩做了这么多工作，每天都是受气，也被人挤兑，多不好啊！如果你说你非得坚持还是在外边就是打工啊，我感觉我只能说是再想一想，再考虑考虑了。因为我真的是特别想回家，还是家里面好，咱俩还是回家吧。家里面朋友也多，周边咱俩也都熟悉啊。我会为了你改变的，咱俩再好好奋斗2年。我干活，我肯定会干活以后。好，时间到，在这儿咱们再多说几句啊。这个男生要求回家不是贪图安逸，也是扎扎实实的干活，只是在什么地方扎扎实实的干。女生，我觉得你们俩现在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说
回家还是不回家？你们讨论的是不是要踏踏实实的实现梦想，还是每天做梦？给你们一个要求，男生，如果你坚持回家，也愿意带这个女生回家，你就出来。如果你说你还是跟着她走，回不回家的无所谓，你可以不用出来。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啊？明白。女生，你还爱着她，还想跟她走，你有本事你能让她留在外地，你就不用出来了。你出来有一个前提，我要踏踏实实的先跟她回家，踏踏实实的在家乡做点事儿。我倒觉得你们俩如果能踏踏实实在家乡干2年，有点样子，有点规模，他变踏实了。如果他说我们再出来闯荡闯荡，那个时候还可以考虑。听懂我说的意思了？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请关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